3名德军发现了躲在瓦砾后面的苏军士兵弗罗夫，弗罗夫只得慢慢的举起手中的枪示意投降，但下一秒，这是被号称为2战绞肉机的斯大林格勒战役。苏德双方共计出动兵力400多万人，在斯大林格勒周围几百公里的战线上进行血腥残酷的厮杀。最终，双方以伤亡200万人以上的代价结束了这场近代史上最为血腥的战役。1942年8月23日，德军出动各型轰炸机2000架次，投下了数万颗炸弹，将斯大林格勒城区化为了一片废墟。同时，德军从地面出动27万兵力，以伤亡10几万人的代价控制了90%的城区。11月中旬，苏联的天王星反击行动正式开始。苏军前锋部队必须渡过伏尔加河，到达对岸的斯大林格勒，在岸边设防固守。为了阻止苏军反击，德军长官下令自毁油料库，试图将他们拦在伏尔加河上。熊熊燃烧的油料延绵伏尔加河数公里，形成了一道屏障，彻底的将冲锋的苏军挡在了河边。但面对前面的一片火海，苏军却依然前赴后继地涌向德军防线，他们就如同地狱归来的骑士般一往无前。而听着前方传来的震天怒吼，驻守岸边的德军相继拉栓上膛，严阵以待。无数的战士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怒吼着冲向德军阵地，与敌人同归于尽。在这种恐怖的冲锋下，德军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，他们慌张地开始四处逃散。为了遏制苏军的攻势，德军派出了大批驻87B2斯图卡普通轰炸机，对后续渡河的士兵进行了疯狂的扫射和轰炸。在敌人强大的火力输出下，苏军死伤惨重，渡河计划彻底失败。由格洛莫夫所带领的一支侦察小队却已经上岸，并在一座废楼里与德军展开了激战。就在这时，通讯员突然被一名德军击倒，其立即手持 PPD-40冲锋枪进行掩护射击，而德军则当即丢出1枚 M24手榴弹予以回击。听到动静的格勒夫立即赶来，当即开枪将德军射杀。但通讯员身背的电台却已经损坏，无法使用。在迅速地清除掉楼内的残存德军后，他们万幸地发现了一名工农兵团的通讯兵和一名19岁的少女卡佳。侦察小队赶紧与上级取得联系，而上面下达的命令是死守这栋大楼3天3夜，因为这栋大楼的背后就是苏军在伏尔加河登陆的码头。德军一旦将其夺回，将对渡河部队带来灭顶之灾。随后，城内幸存的苏军士兵相继地收到命令，他们怀着为保卫祖国而战的相同信念，汇集到了伏尔加河畔的这栋大楼。而一挺缴获德军的 MG34机枪成为了他们唯一的重点。随着大楼防御工事不断完善，德国高层也终于注意到了这。上校质问猎狗为什么你的据点会有苏军，并下令让他重新夺回阵地。上校走后，已经厌战的猎狗并未立刻发起进攻，他来到了一个隐蔽的苏联难民营，因为这里有他喜欢的一名苏联姑娘，名叫玛莎。猎狗每次都会为他带来食物，尽管每次玛莎都会将食物分给其他难民，但仍然会被他们唾弃为法西斯娼妇。另一边的苏军大楼内，格洛莫夫带人从德军尸体上搜寻弹药，然后便直接将德军尸体扔出窗外。这一幕恰好被德军上校看在眼里，无法忍受自己的士兵被敌军如此践踏的上校当即想出了报复法。德军将所有难民营中的苏联难民聚集到广场中央，然后将一对母女从队伍中拽到了一辆报废的卡车当中，随后用木板将车厢死死地钉住。他们打算将2人活活地烧死。尽管母亲拼命地求饶，但还是没能得到德军的一丝怜悯。绝望的母亲只能不停地安慰怀中的孩子别害怕。而下一秒，411型火焰喷射器就喷出了无情的火舌。而驻守在几十米外大楼内的苏联士兵目睹了整个过程。德军之所以这样做，就是为了激怒他们，为了让母女减轻焚烧所带来的痛苦。格洛莫夫端起莫辛内甘 M189-130狙击步枪将母女射杀，随即又将火焰喷射器一发入伙，但这仍旧难以平复苏军心中的怒火。伴随着一声悲愤的怒吼，苏军战士们勇猛地冲出了大楼。德军的暴行彻底让这群年轻的士兵失去了理智，坚守大楼的命令已然被抛之脑后，被愤怒完全占据。尽管德军的人数完全占据优势，但面对这群暴怒的战斗民族，根本毫无招架之力。猎狗被这一幕完全震慑住，他只能下令赶紧撤退，并利用3.4型80毫米迫击炮进行打击。这次既莽撞又在情理之中的冲突，最终以苏军的惨胜而告终。而战败的猎狗来到了难民营，他将一切的失败全部发泄到了玛莎身上。一个是满心怒火的士兵，一个是柔弱无助的敌国女人。本应水火不容的2人，此后竟将各自的心交给彼此。另一边，一架德军的亨克尔 T111轰炸机遭到2架苏军战斗机的击落，而其坠落的位置却正好是苏军大楼前的广场上。
事后，就近的德军急忙出动，将轰炸机上所有武器进行收集。陷入苦战的德军也已是弹药匮乏，而这块肥肉苏军自然也不会落下。侦察兵弗罗夫悄悄地接近并钻进了轰炸机下，而工兵则在战壕内进行掩护。随后，苏军大部队再次发起渡河攻势，但还是被德军的炮火无情的粉碎。看着无数炮弹从空中呼啸着飞过，落向伏尔加河岸，轰击着友军，他们却只能待在原地，无能为力。就在这时，德军在苏军大楼100米开外架起了迫击炮和几枚重磅航空炸弹，准备对大楼进行毁灭性打击。格洛莫夫想要将其炸掉，但奈何德军的位置正好处于拐角。就在这时，炮兵却淡定地说可以试着让炮弹拐个弯，这直接引来狙击手的一顿嘲讽。但最终他们还是来到了仅有一发炮弹的 ZIS-1KB 57毫米反坦克炮旁，准备试一试。产生的连环爆炸让德军损失惨重，驻守于此的德军上校也连同受到波及。就在这时，猎狗却领着玛莎走了过来，这让受伤的上校直接火冒三丈，他当即命令猎狗立刻把苏军占领的大楼夺回来。看到大批德军集结，大楼里的人也开始提前做好战斗准备，他们将血涂到身上，乔装尸体射向来人。就在德军冲进大楼之时，格洛莫夫率先出击拿下一杀，紧接着其他士兵突然起身将德军打了个措手不及。外面的德军听到动静欲要支援，但此时 MG34 机枪开始大发神威，负责进攻的德军只得慌忙撤退。上校看到再次失败的猎狗，终于压制不住心中的怒火，他决定将玛莎击毙，这样才能使他清醒。无奈之下的猎狗只好让玛莎换上德军的衣服，躲进一处建筑里。就在猎狗准备返回军营之时，苏军狙击手发现了正在向猎狗告别的玛莎，被视为叛徒的玛莎当即就被一发入。然而他的这一波操作却被刚刚痛失女友的猎狗看到，猎狗当即在身后以 MP40 冲锋枪将其击倒。随后，弗罗夫被抓到了德军营地。自从参军后就没说过话的他，一度被战友认为是哑。可就在此时，他却突然开口说出了假情报，他的目的就是引诱上校靠近自己。弗罗夫曾是苏联的一名国宝级男高音，当战争打到家门口时，他能做的只有放弃一切，全身心的投入到硝烟弥漫的战场上。此时，猎狗成为了这里的最高指挥官，恰好友军的一个装甲连队也赶过来。拥有了绝对优势的德军开始向苏军大楼发动了最后的进攻，气势逼人的坦克碾碎了途中所能触及的建筑，而装备精良的德军则跟在坦克后面向大楼逼近。苏军向外看去，他们都明白这将是最后一战。随后，4号坦克一字排开，对苏军大楼展开了猛烈的炮击。顷刻间，大楼里的苏军死伤惨重，根本没有任何反击的机会。另一边，在猎狗的一声令下，大批的德军开始向大楼进攻。奄奄一息的狙击手告诉格洛莫夫，他要等着好友弗罗夫回来，随后便永远的闭上眼睛。而此时年长的老爹已经无法移动位置，他也只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多杀几个德军为战友陪葬。但最终他还是遭到了猎狗的射杀。而此时的老爹却笑了，他的妻女早已死在了这场卫国战争中，他认为是自己没有保护好她，他认为自己一直都在苟且偷生。现在他的生命终于要结束了，他也终于试完了。德军清扫着大楼的每一个角落，而格洛莫夫则拨弄着电台试图联系到总部。就在这时，出现的猎狗举着瓦尔特 P38手枪让他站起来，格洛莫夫则在起身的同时顺势拔出了 TT33手枪。就在两人将子弹全部打完跪倒在地之时，幸存的炮兵赶了过来，格洛莫夫命令他立即请求总部，用炮火覆盖这栋大楼。面对总部的疑问，炮兵再次明确到坐标位置就是自己所在的位置。此时的大楼外面，德军已经将整栋大楼团团的包围，而这一处可以俯视整个渡河码头的建筑绝不能落入德军之手，玉石俱焚就是最好的结果。本片改编自真实事件。巴甫洛夫大楼是位于斯大林格勒中心的一座4层高的公寓楼，建在伏尔加河的河堤边。当时的巴甫洛夫带领着一个排的兵力，在德军每天几次的进攻下，仍旧坚守了18天，直到等来了大部队的反攻。在这座大楼中，每1平方米的地方就可以找到700多枚弹瓶，可想当时的惨烈状况。至今，巴甫洛夫大楼依旧耸立在伏尔加河畔。